家里的遥控器种类太多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部手机就可以控制家里的所有电器设备，比如电视机、机顶盒、空调、投影仪、互联网盒子、DVD、电风扇等都可以控制。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把手机变成万能遥控器，首先呢，咱们先需要用一个报废的遥控器，或者是找一个不需要用的遥控器也是可以的。咱们先把这个遥控器给它拆开，把上面这个红外发射这个小灯给它拆下来，制作一个红外发射管就可以了。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拆开，然后呢接2天线就可以了。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拆开以后呢，咱们就需要用上面这个小元件，如果有电烙铁的，可以用电烙铁直接把它给焊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其实呢用剪刀把它剪下来也是可以制作的。好，剪下来以后就这样的。然后呢，再需要最后一个元件，就是找一条报废的这种音箱使用的音频线，或者是找一条就是报废的不用的耳机，就手机上面的耳机也可以啊。我们呢主要就是用上面的这个插头，大部分啊这个插头呢都是这种3段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比如就这样的音频线。这个插头呢，我们看一下，它呢是这边是4节的4段，像这种4段的是不能使用的，我们要找一条就这个3段的这个插头来使用。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们呢，剪这个插头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线呢从这儿直接剪断，然后呢把这个红外发射管给它用手呢给它缠上就可以了。如果有电烙铁的朋友们，也可以从这个根部直接呢都给它剪开，用电烙铁焊上的效果不会更好一点。咱们现在把它给拨开，拆开以后啊，咱们看它内部呢是3条线，咱们现在啊先把这3个线咱们都给它焊下来。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射管，有2个重点一定要给大家说明白，不然的话制作好以后是不能使用的。首先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射管内部呢是有2个金属铁片，下边这个是个大的，然后上面是小的，它是分正负极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接对。好，现在啊咱们把灯珠给它焊上，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烙铁呢不要再长时间在上面，如果长时间按住不要动啊，这温度高了以后就会把这个二极管给烧坏。所以说有些朋友焊完以后说自己的不能用，原因啊就是把这个红外头烧坏了。这个温度呢一定要掌握好，点下以后赶紧松开，不要长时间在上面，长时间就会把它给烧坏。焊完以后呢要检查一下这2条线不要它连在一起，然后呢先看一下灯珠大的铁片的这条线呢焊在中间的这个上面，然后这个小铁片的要焊在最边上这条线上面就行了。到最后呢我们给它套个热缩管，这样呢就看着更美观了。就是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咱们在手机上面安装一个遥控精灵，然后打开它，打开之后呢咱们在上面先添加一个空调一个电视机，然后来测试一下能不能使用。点开后然后选择电视机，在这儿呢我的电视机是创维的，咱们就选择创维电视机。选择好之后，然后再添加一个空调的，点空调，空调呢是格力的，然后选择格力。好，添加完之后呢，咱们就开始把这个红外头给它插在手机上面。没插之前呢，上面显示暂未检测到红外设备。现在咱们把它给插上，插上以后直接跳出来一个方框，然后在这选择音频口配件。现在呢就提示可以旋转手机，就可以使用了。好，现在看一下没问题了。然后呢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好用不好用。红外发射器对准空调，点开机，然后可以选温度，也很正常。模式调成制冷模式，也很正常。上面这些功能呢和空调自带的那些功能它们都是一样的。再来测试一下电视机，咱们看也是可以开机的，可以加音，也可以声音变小，菜单也可以打开，和原带的遥控器功能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好用。家里的遥控器坏了以后，先不要着急把它们扔掉，其实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用一个打火机就可以修好它。无论是这种电视机上面的遥控器，还是空调上面的遥控器，它们的修复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空调上面的遥控器，它的问题呢就是你看啊，所有按键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就这个温度减键不能用。我们看其他的可以加，但是呢不可以减。遥控器呢用了时间长以后，特别是某个按键经常使用，它就会出现按键失灵。
如果就是因为这一个按键失灵把它给扔掉的话，就觉得太可惜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个打火机快速的修好它。在修复之前，首先我们要把它先拆开，先把里边的电池拿掉，然后呢看一下有没有螺丝，没有螺丝的我们直接找个撬棒把这外壳先给它拆开。没有螺丝的这种遥控器，它的周围都是一圈卡扣，拆开以后在里边看到有螺丝的，我们就把上面的螺丝给它先拆下来，拆掉所有螺丝以后，然后把里边这个板我们给它拿出来。像这种按键失灵，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色的小点，它是一个导电层，用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按键它的导电效果就不好了，或者是这个板上面比较脏了，脏了以后呢，它也会出现按键失灵。我们处理的时候呢，第一步呢，先来这样操作，找个棉签，然后呢，弄点酒精，如果没有酒精弄点白酒也可以，蘸掉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按键给它清理一下。其实呢，既然拆开了，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上面这些点都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完这边之后，然后呢，再把这个按键板上面也给它清理一下，因为这上面稍微脏一点之后呢，按键上面它的导电效果就不好了，所以会出现按键失灵，或者是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这样清理完之后，然后呢，把它再安装起来，测试一下有没有修好。如果这样装好以后还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先用个打火机，然后呢，再找一个烟盒，把这烟盒里面这个锡箔纸我们给它先拽出来，然后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如果不烤的话，这个锡箔纸上面是有层薄膜的，它不容易导电。我们就这样烤几下之后，然后呢，我们用个剪刀把它剪下来一小块，剪这个烤过的这边，我们看剪一小块就可以，剪这么多。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不能使用的这个按键上面，我们看就这样放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其他的这些元件再给它安装起来。安装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最后扣上壳，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按键。我们看轻轻的一点就管用了，是不是非常的灵敏？和新遥控器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大家呢可以收藏一下这视频，方便以后备用。把烟盒里面这个纸撕下来，贴在遥控器上，非常好用。无论是家里的空调遥控器，还是电视机遥控器，再或者是电视盒的遥控器，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它都会出现一个通病，就是当按某个按键的时候，它不能使用。遇到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是选择直接买个新遥控器，但是呢没有必要。其实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烟盒纸给它贴上就能修好它，而且修好之后呢，用的效果和新遥控器是一样的，都非常的好用。首先呢，先找到遥控器上哪一个按键失灵，看按其他的按键上面的指示灯是亮的，当按这个按键的时候上面的灯不亮，说明是这个按键有问题。那么首先第一步呢，先把它给拆开，看一下遥控器后面有没有螺丝。像这种没有螺丝的呢，直接就是找个撬棒把这个壳给它撬开就可以了。这种遥控器呢，它的周围用的都是卡扣，撬开这一圈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遥控器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遥控器它有两种，一种呢是上面是带这种金属弹片的，另外一种呢是没有这种金属弹片的。它们两个的处理方法都是差不多的。先分享一下这种，然后呢再分享一下带这种金属弹片的。首先呢，需要找一块橡皮，然后给这块板上面这些黑色的东西给它都清理一下，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黑的东西上面会出现有灰尘，有灰尘之后就会出现某个按键失灵不能用，把这些都给它擦一下。擦完了之后，然后呢再把这个按键板给它清理一下。有的一些呢用时间长，看到没有，上面有很多这种脏的东西，它也会影响就是接触不良，也会出现按键失灵。把这黑色的这个触点上面白色的这些脏东西呢也都给它擦干净。擦完了之后，然后把它扣起它盖儿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按键好用不好用。如果还不好用，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上面这个导电层磨损的严重了，然后出现的按键失灵。像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用到一支铅笔，然后在这个黑的上面给它涂一层，
铅笔它是可以导电的，涂在这个上面呢，就可以让这个按键非常的灵敏，轻轻一点它就能使用。涂完之后，然后把它再安装起来，这个遥控器按键失灵呢就可以解决。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用这个烟盒纸就行了。这个烟盒纸其实比铅笔更耐用，因为这个铅笔涂上以后呢，时间长了后它就掉了。我们可以贴一个烟盒纸，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也更耐用。用剪刀剪下来一小圆片，然后呢用双面胶把它贴在失灵的这一个按键上面。因为这个烟盒纸它也是锡箔纸，这里面有一层锡箔纸，它是可以导电的。当把这个贴上去以后呢，这个遥控器就会非常的灵敏，也会非常的好用。到最后呢，把这个壳安装起来，这个遥控器就修复好了。然后呢，像这种上面带这种弹片的按键，如果出现失灵以后呢，刚才这个遥控器呢就是这个按键失灵，当按的时候指示灯也不亮。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把上面这个塑料纸，就是胶带，透明胶带给它撕开。撕开之后，像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是有一些情况是这个出现了，就是有灰尘或者一些有别的脏东西，这时候呢也是一样，用橡皮给它先擦一下。清理干之后呢，然后把这个金属弹片也一样，也是用橡皮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然后呢再把这个给它再粘回去。现在呢再装上电池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好用不好用。如果好用呢，就装壳就可以了。我们来测试一下，还是按这个按键，看一下好用了是吧？轻轻一点，上面的指示灯就亮了，就这么简单，这个遥控器呢就修好了。怎么样烟盒纸修遥控器，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修好家里坏掉的电水壶。首先咱们先看一下电水壶，它坏了以后呢，无非就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打开上面的开关，指示灯亮，它也不加热。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打开开关，指示灯不亮，它也不加热。然后第3种呢，就是电水壶烧开水以后这个开关它不跳，它不断电，就一直加热。无非呢就是这3种情况。维修的时候呢，很多师傅都需要用到汪阳表，但是呢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所以说呢不需要用汪阳表，我们呢其实用一个遥控器也是可以的。而且呢这个方法还特别好用。首先呢，咱们先把这个遥控器上面的一节电池先给它抠下来，然后呢需要用到2个电线，把一条电线接在电池这个负极上面，然后呢就是用一个胶带给它缠一下，固定一下，好，就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它先放一边，接下来呢另外这条电线把它接在遥控器这个弹簧上面，接下来呢就把这个电池给它装在遥控器上面。好，就这样装好之后呢，咱们来测试一下首先呢，先把另外这根线这边呢，最好是找个硬的东西，找个小螺丝刀啦，或者一个铁丝之类的都可以的把它先拧一个，把它先拧上。拧上之后，然后呢，咱们把这2节线呢，给它先短接住，先给它连住，然后按下这个遥控，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是可以点亮的。然后呢，把它断开，再测试一下。好，现在能看就不亮了。OK， 就这么简单，一个维修小工具就制作好了。电水壶出现不通电，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底盘，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上面是3个插头，中间这个是 D 线，然后这2个分别是火电和零电。我们检查一下，看一下它们这条线导通不导通。首先呢，检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红色的给它夹在这上面，然后呢，把另外这条线我们给它先任意就是接触一个这个金属弹片，给它先接触上去，然后呢就是按这个遥控器，看一下遥控器上面的指示灯亮不亮。不亮是吧？然后呢再换下一个，看一下亮不亮。这样是亮了是吧？亮呢就说明这一条线是导通的，我们就换下一条再测量一下，把这边加在另外一个上面，然后呢再测量一下，看它导通不导通。也是导通的，亮就说明导通，
如果不亮，就说明这条线有问题。好，我们现在判断这个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水壶。首先呢，先把下边这3个螺丝给它拆下来。电水壶指灯不亮，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上面的开关有没有问题。开关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开关是在这个位置，先打开上面的开关，然后呢，这2条线就是接在开关上面的。打开之后呢，还是一样啊，找个夹子，把它夹在开关一条线上面。然后呢，另外这一条线我们给它接在这个地方，接在开关的2条，分别接在开关2条线上面。接上以后啊，然后咱们还是一样啊，检测一下，用遥控器看这个指灯亮，就说明啊这个开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开关坏了，这个指灯它是不会亮的。好，现在啊，我们就开始再来检测一下中间的这个耦合器，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检查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啊，耦合器上面分别有2条线，这2条线分别是接在这2个铜圈上面的。所以呢，我们检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先拔掉一条线，如果不拔掉线也是可以的。首先呢，就需要把这开关给它先关住，关住之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个红色的夹子夹在任意一条线上面，然后呢，把这个螺丝刀分别接在这2个铜圈上面，先任意接一个，然后呢，按上面这个遥控开关，看一下指灯亮不亮。按完以后不亮呢，然后再换下个铜圈。好，现在就亮了，亮呢就说明啊，这条线和这个铜圈它是相连接的。然后呢，咱们分别再检查一下另外这一条线和这个铜圈它有没有相连接。如果没有相连接，就说明它坏了。好，现在还是一样啊，用一头加上这条线，另外一头就是分别接这2个铜圈，看一下指灯也是亮的。从这儿就可以判断啊，这个耦合器底座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维修电水壶的时候，如果指灯不亮不通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检查这个底座，然后第2呢就是检查开关，第3就是耦合器肯定是有一个坏的，把它们换上就能修好。第2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如果就是指灯亮它不加热，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有很多就是这个发热盘上面这2条线，时间长了以后，上面烧的变形，这个插头烧的变形，或者是生锈氧化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把这个插头给它拔下来，然后用砂纸打磨干净。如果插头烧坏了，换个插头给它再插上，像这种情况就能修好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指灯亮不加热，像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发热盘，这个就是发热盘。如果它烧坏了以后呢，也会出现指灯亮不加热。其实呢，我们用这个遥控器也是可以检查这个发热盘有没有问题的啊，看一下它是否好坏。还是一样啊，就是一个夹子夹在发热盘的一个线头上面，另外这个给它接触在发热盘的另一条线上面。好，现在我们按这个遥控器来看一下，指灯不亮，不亮呢就说明啊这个发热盘是个坏的。如果在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发热盘烧坏了，像这种情况就没有必要维修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和这个电水壶是一体的，没有办法更换。先看一下我这个就是烧坏了，看这发热盘上面是烧了个大洞是吧，一个大窟窿。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使用这个电水壶的时候，有的一些情况呢，就是啊，在用的时候呢，有时候偶尔呢，就是动几下，有可能指灯才会亮。如果不这样动几下的情况下，指灯它不亮。像这种情况呢，有的一些呢，就是这个上面这2个金属弹片压下去以后没有弹上来，它不能接触在这个2个铜圈上面，它就不会导通，所以呢，它就指灯不亮，不能使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把电拔了以后，用个牙签，然后呢，把这2个弹片往上挑一下，把它挑起来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耦合器上面的这2个铜圈，就是用了时间长后呢，这2个铜圈啊就烧的有可能啊变形或者是松动了。像这种情况呢，换个耦合器就行了。家里的电视机或者是电视盒的遥控器分为2种，一种就是这种红外的，另外一种就是这种蓝牙的。像这种蓝牙遥控器，如果坏了以后呢，直接把它扔掉，再买个新的情况下，其实呢，它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红外的价格要贵很多。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蓝牙遥控器它的一个检测与维修方法。其实呢，不需要专业工具，自己在家呢就可以轻松修好它。
在维修之前呢，首先要先判断遥控器它的好坏。像这种红外遥控器检测好坏的时候呢，只需要打开摄像头，如果看到上面的灯珠有红光，就说明这个遥控器是个好的。但是呢，像这种蓝牙遥控器，用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检测它的好坏的。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也是用手机来检测它的好坏。首先呢，就是先打开手机上面的一个蓝牙功能，在连接这边打开上面的蓝牙，然后呢，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啊，这边有个主菜单键，然后这儿有个3横杠，把这2个按键同时按下去。有的些遥控器上面带指示灯，可以看到一直在这闪，有的是没有的，没有也无所谓。主要呢就是这2个按键长按住不要动，然后呢再松手就可以了。看到这个指示灯呢一直在这闪，现在呢就说明啊这个蓝牙它在配对过程中，我们现在把它放一边，然后呢在这边找到这个蓝牙搜索这个设备这儿，打开它，在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暴风蓝牙遥控器，我们点击把它先配上对 OK 显示已连接，然后呢这样就可以测试遥控器它的好坏了，看一下哪些按键不能用。我们往上调上，看到可以往上走是吧，然后咱们往下摁是没有任何反应的，然后呢咱们在这儿点返回也可以正常返回是吧，返回键说明也是个好的，然后呢左右来调一下也是可以没问题，就这样来测试一下，然后再测试一下这个音量加也是可以的，音量减也是可以的，然后再测试一下中间这个确认键来试一下，点完以后啊，看一下这个箭头呢，你看有反应啊，有反应就说明这个确认键也是好的，然后再确认一下这个中间这个菜单键啊，也是没问题，能回到菜单是吧？然后再测试一下这个关机，完全没问题，也可以关机，也可以打开。现在就可以确定啊，这个遥控器它只是这个下键不好使用了。找出来它的问题以后呢，维修起来就简单多了。好，现在呢咱们就把它拆开，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拆出来以后呢，首先要找到相对应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下键。其实呢，它的维修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和我以前修手机，就是以前这种单按键的这种手机按键失灵，维修方法都是一样的。找到之后，然后把上面的这层薄膜先给它揭下来，然后用一个棉签蘸点酒精，把这2个触点，就这样给它擦一下。擦完下面这个，然后擦上面这个弹簧片，擦完以后，等着酒精挥发完了之后，把这个再给它按上去。到最后呢，装上外壳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下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蓝牙遥控器它的维修与检测方法就是这么简单。大家以后看电视的时候，别再用2个遥控器了，这样呢实在是太麻烦了。每次看电视啊，先用电视机的遥控器打开电视机，然后呢把它放一边，再用电视盒的遥控器来更换节目。等我们不看的时候呢，又需要用电视机的遥控器来关闭电视机，这样呢2个遥控器来回的拿，非常的麻烦。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这一个电视盒的遥控器，就可以让它来控制家里的电视机，也可以来控制家里的电视盒。用这一个遥控器来看电视以后呢，就非常的方便。无论家里的遥控器是这种电信的，或者是移动的，再或者是联通的，或者是有线电视，像这种遥控器呢，它的按键部分啊都分为2个区域，下面这些区域呢，它是可以控制电视盒的，而上面这2部分小的区域，它是可以控制电视机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遥控器这块区域呢，上面就显示啊电视机按键，而这个呢，我们看也是电视机按键区，说明啊它是可以控制电视机的。但是呢，在默认的情况下，它们是不能控制的，需要给它设置好以后才能正常使用。设置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把电视机的遥控器和电视盒的遥控器2个呢对在一起，最主要呢就是让这2个遥控器上面的这个红外发射头让它对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平面的位置，这个距离呢最好不要超过1厘米。这个操作方法呢，我会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大家如果有看不明白的，可以收藏一下视频，方便以后用到的时候还能再看。首先啊，我们需要开始学习了，然后在这个电视盒遥控器上面呢，在这个区域上面有个学习这个按键，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对好之后，按下这个学习按键，要按住不要动手，不要松手，
首先把它按下去，我们看上面这个指示灯呢，从微亮到高亮，然后松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等待学习了。然后我们第一个学习呢，就是先学习上面这个开关机键。我们现在点一下，点完以后呢，看一下这个指示灯呢，就开始出现慢闪了。慢闪之后呢，它就正在等待学习。这个时候呢，我们点一下电视机上面这个开关机键，点完之后，这儿会快闪2下，然后呢，就又变成常亮了。这就说明这个开关机键它已经学习成功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学习这个音量加键，点一下，点完之后开始慢闪，它就说明正在等待学习。然后呢，我们按下电视机遥控器上面这个音量加，好，快闪完了，然后呢，就说明音量加也学习完了。然后再点音量减，好，我们到这边还是一样，点这个电视机的音量减，好，这个也学习完了。然后呢，我们再学习一个视频切换，这个点一下，点完之后呢，找到电视机遥控器上面这个视频切换，就是这个信号源，我们点一下 OK， 这样也学习完了。这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呢，到最后再点一下学习，这样子就是学习完成了。现在呢，咱们用这个遥控器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打开这电视机，包括这些按键好用不好用。首先呢，先开机，我们看红色指示灯变成蓝色了，说明这个电视机已经开了。我们看一下 OK 是吧，已经开机了。再来测试一下音量加键，也是非常的好用，音量减也非常好用，信号源也非常的好用，这样以后看电视的时候就方便多了。家里的遥控器电池没电了，如果没有时间去买，怎么用这个5号的电池来代替上面的7号电池来使用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怎么使用这个7号的电池来代替这个5号电池来使用呢？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应急方法。第一个方法呢，非常适合这个小电池来代替这个大电池来使用。第二个方法呢，不仅就可以使用这个小电池来代替大电池，而且呢也非常适合这种大电池来代替小电池来使用。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使用方法，就是这个小电池如何来代替大电池。你看直接放进去的情况下，因为太松动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家里找一个废旧的钢丝球，然后呢给它剪下来2小块。其实呢，这个钢丝球它也有个导通的功能，它也就是类似于弹簧是一样的，把它放在电池盒里面，然后把这个小电池给它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这一节也一样，把这个钢丝球放上，然后呢把这个电池给它放进去，就这样放好以后，我们来看怎么样这个遥控器就可以使用了，是吧？这是第一种应急使用方法。现在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二种应急方法，就是这个大电池如何来代替小电池。我们看如果这样直接往里面放的话是放不进去的，因为这个电池个头太大了，肯定放不进去。我们可以找一条电线，把它拧在这个弹簧上面，这个蓝色的线拧在上面弹簧上面，就这样拧好了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电线另外一头呢把它拧在这个遥控器，也是一样也是拧在上面这个弹簧上面，连接好以后呢，然后把这个大电池放在这个遥控器里面。接下来呢，再找一节短的导线，给它放在这个小遥控器上面，把没有电的这节小电池呢给它放到这边。这个小的电池是没有电的，它在这个遥控器当中的作用呢，只是用它来固定这条导线，其实呢它没有其他的作用。然后接下来呢，把这节大电池再给它固定在这个遥控器里面，也是一样，把这条线给它固定牢固了。固定好以后，我们来看，现在这2节大电池就会通过这2个导线把这个电送到这个小的遥控器上面。而且呢，这个大遥控器呢上面也有电的。现在我们来看，现在这个大遥控器我们看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然后这个
小的遥控器我们看也是可以使用的。现在呢，这2个遥控器都可以同时来使用。最后呢，可以用个皮筋儿，给它弄2下，给它固定一下。固定好之后啊，想用这个遥控器的时候呢，就这样来操作使用就行了。如果想用看电视的时候呢，把它反过来使用就行了。两用的，这个就是它第2个应急使用的方法。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我们共同一起交流学习一下。家里坏掉的遥控器一定不要把它扔掉，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小灯珠给它拆下来，然后插在手机上面，我们这个手机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万能的遥控器，它可以控制我们家里面的电视机、空调、机顶盒、电风扇等等，只要是所有红外电器设备都是可以用我们这个万能手机遥控器来操作的，使用起来超级的方便。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啊。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遥控器给它拆开，然后呢，把这个红外头给它先拆出来。像这一般的这个遥控器呢，都是没有螺丝的，直接用个东西撬棒把它都撬开就行了。拆开以后，这个就是红外接收头，我们给它拆下来。拆下来以后，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然后备用。然后呢，我们再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音频线。就是家里边电脑啊、音箱上面用的这种音频线，或者是一个耳机也是可以的。找一个报废的耳机，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个线上面的这个耳机上面这个插头。现在我就用这条线给大家来制作一个万能的遥控器。我们首先把这个插头呢给它剪下来，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插头上面这边是有这个外壳的，有这个胶的部分，我们不需要它，我们可以用这个剪刀把它给剪开，剪掉，不用这一节，我们只需要用这个金属的这一部分。拆除插头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小灯珠给它焊上去，用个东西把它压住，不然这个东西来回跑不容易往上面焊。压到它之后，我们首先在这个插头上面先给它上点焊锡。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小灯珠给它装上。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能遥控器接收头就制作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灯珠啊，这个焊接这个是有分正负极的，我们主要就看一下这个小灯珠。这个灯珠这个2个角呢是不一样的，这边是一个大铁片，然后这边是个小铁片。这大铁片这边我们就要接在这个接收头中间这个位置上，然后这个小铁片这个引脚接在最边上这一个上面。到最后呢，我们给它套一个热缩管就行了。如果没有这个热缩管的，也可以用久远胶带给它缠住也是可以的。这样看着就稍微有点美观了。好了，这个接收头我们就制作好了。然后我们打开手机的应用商店，在里面下载一个遥控精灵，我这个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软件了。好，就这个，我们点开它。点开以后，我们看一下上面显示暂未检测到红外设备，因为我们这个红外头呢没有往上面插。现在呢，我们把它插在耳机孔上面。插上去之后，我们看一下跳出来个页面，我们选择这个音频口配件，选的第1个。好，现在呢起始了，就可以旋转手机了。我们把手机旋转一下。好，现在就可以，我们的手机啊就可以作为一个万能的遥控器来使用了。我们看一下上面是有3横杠，然后我们点开它。我在这儿添加了一个格力空调，一个创维电视机，也可以再添加一些别的。这儿有个加号。点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设备还是挺多的，有电视盒、投影机、电扇，需要控制什么设备，直接把它添加上去就行了。现在我们把这个电视机遥控器打开，给大家来操作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控制电视机。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电视机现在是红色的指示灯，我们给它先开机，看一下这个红色灯已经变成蓝色了，电视机已经打开了。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音量加键，看一下音量加键是没问题的，减键我们再测试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上下节目这些台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包括菜单也是没问题。